采挖树桩最好的季节是在早春，树尾萌芽，桩体内储存的养分最多，种养的成活率也会最高。野外现在基本不能采挖了，挖苗坯装采应该是大趋势，还是自己种养好，看中了就可以动手，而且可以充分享受挖桩的过程。用这种东西培养桩才是最实用的，高危养根保湿比较方便。这棵三角枫养的不理想，3年多的时间养成了一个上粗下细的效果。石头是用来固定根的，现在根已经长到石缝里面去了，基本上是拿不出来了。这原本是没有芽点的一条根，干是嫁接上去的，根的木质化程度高，增出很慢。往下主根更加细小，而且整个树桩是骑在石头上，这个姿势不好看，也有失常规。养了几年，这个桩不能让它废掉，要对它进行改造。一是调整平衡，降低石头的重心点；二是把树干掉了下来，或者是进行补根，充实这个空间，使整个树桩的重心下移。找一个合适的变换角度，先降低石头的重心，再把这个树干掉了下来，从这个地方开口，缩下这个夹角。三角枫的愈合能力强，现在这个季节开口拿弯，2个月左右就基本能愈合，但结口必须吻合。开口拿完后愈合慢或不能愈合，基本上是固定处的问题。先用一根处理线牵拉到位，再将树干固定好，这样就基本填有无缝了。吻合后的截面要削平整，愈合才会自然。这个石头不打算把它拿掉了，将错就错，按照树根复式进行操作，对树根进行调整。三角枫1至2年生的树根比较好调整，但生长时间长，树根一旦完全木质化会变得比较硬。想用三角枫树根做复式盆景，一般在苗期就要进行。三角枫像榆树一样萌发能力强，节点上容易长出多条枝，在春季除了控短芽间距，还要及时剪掉多余的枝，像这种2枝对称的下行枝。叶类枝，这些在造型中不能加以利用的枝，堵塞空间的枝都不要留。对枝条舍不得剪，是出完盆景的一种心态。每一个玩盆景的人都有这个过程，主要是缺乏对剪枝后后续枝条生长成型的预测。建议养2盆三角枫练练手，对三角枫空养修剪熟练了，对其他盆景的修剪也就基本驾轻就熟了。修剪后出枝按照改变后的造型错层分布，等这些车枝长出来，树冠变得丰满，这盆三角枫的树势也就基本形成了。像三角枫这种结绳芽树种，最大的毛病就是节点容易膨大变形。结绳芽树种枝节最多留2条枝，这样可以减少膨大变形的发生。已产生变形的，像这种只能重剪，剪掉2/3，完全愈合，基本可以消除变形。枝干定型完成，再对这些生长过长过粗的枝进行缩减。这是在三角枫空养中最关键的一步。对三角枫的缩减一般只留1个芽点，这也包括其他结绳芽树种。对这些枝不及时缩减，在后续的生长中枝条还会增出。一旦枝盘成型，感觉到比例失调，只能剪掉重来。过长的根要剪短。三角枫不仅枝干萌发能力强，树根的再生能力也强。开口操作后对树有损伤，上盆的时候要保留少量的复性土。对盆景的改型，先要找出它的毛病。就像这盆三角枫，改造最有效的办法是弥补缺失的空间。这盆三角枫可以去掉石头，补根后做一盆高铁根，但这样改我觉得有点新意。
这个部位如果以后不再增粗，同样可以补一条根。况且这样改后更具有动感，把它培养成风泵式造型不是不可能。树桩长出枝叶是助使根系生长的前提，在这个阶段不必担心它生长慢。根和叶的生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平衡的过程，因此会涨涨停停。树桩的存活就是在这种根叶生长相互促进中逐渐实现的。在春季气温变化大，最值得你去关心的不是树桩会缺少什么，而是保持现状，不拆模、不挪动、不施肥、不修剪。能做到这几点，桩材的成活过程才不会出问题。我是山泉农场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